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一个主题是拜登政府3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管用吗？第二，联合国介入新疆人权问题，中国失控。那我会先从联合国这个议题开始讲，因为中间还有一个跟它相关的议题，所以我先从这个新疆人权问题开始讲啊。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月28号接受这个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这个采访时，他这么说，他说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正在和中国当局进行严肃的谈判，讨论允许联合国官员进入新疆的一问题那么古特雷斯说，我希望他们尽快达成协议，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不受限制的访问中国新疆他说中国在很多个场合已经声明，而且向我重申，他们希望这一访问能够成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让访问团能够不受限制、不受约束的接触人权委员会希望访问的各个领域。那么过去2年多来那么关于新疆境内任意拘禁、虐待、性暴力和强迫劳动的报道层出不穷那么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从2019年开始，川普政府对新疆的人权状况采取了3次制裁行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2月份表示，要对这些报道进行彻底和独立的评估。他说，有关联合国组织访问的谈判已经开始，但目前还没有和中方达成协议那么3月22号，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4个国家对4名涉嫌参与迫害维吾尔人道的新疆维吾尔人的这个新疆官员实施制裁，并且这些制裁包括履行禁令和冻结海外资产和交易。那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公开表态，让新疆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新疆议题已经进入联合国层面它不仅仅是人权事务官员的层面原来只限于人权事务专员那么现在已经进入联合国的层面那么古特雷斯的表态也是表明什么？表明秘书长要开始对这件事情施加压力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新疆的人权议题不再是双边议题，当然也不是国内议题现在是个国际议题。那意味着什么它就意味着新疆人民的反抗，还有就是广大国际人权界的这个支持现在有了成效我们评价一下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新疆人权议题进入联合国层面，第一，说明什么？说明欧美西方国家开始合作联合国层面，他们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对于这个联合国层面的运作非常熟悉，而且非常有资源他们基础非常雄厚。当联合国秘书长出来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背后一定是欧美国家在背后推动，否则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发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新疆人权议题进入联合国，那么中国就在政治上会陷入被动。那么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已经控制不住了。毫无疑问，在此之前，中国是在联合国层面是压制这个议题被提升到联合国层面。那现在你可以看当古特雷斯出来说这话的时候，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压不住了中国压不住了。新疆人权议题进入联合国，中国将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这个前景是很清楚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这件事情的持续的蔓延，后果非常严重后果非常，绝不是搞定中国之前搞定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让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变成一个国际笑话。他只是搞定了那几个理事国，但是当这个新疆议题直接跑到联合国秘书长这个层面的时候，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他已经盖不住了啊。那你可以看到反应是什么？反应就是古特雷斯的访谈，28号出街，然后第二天中国马上开记者会，29号，那么中国外交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这个记者会啊，那么这个记者会呢成了一个经典的笑话，我会摘录一些给大家听一下，很搞笑啊。那么也可以反映出现在中国官员的这个水平啊，这个已经怎么说呢？大家欣赏一下啊。路透社提问啊，我想问一个 H&M 的问题。最近 H&M 在新疆棉花问题做了表态，这些表态惹来了麻烦。我想问，如果其他在华企业进行类似的表态，是否也会惹来类似的麻烦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那么新疆的宣传部副部长叫徐贵相，看得过去很贵的相啊。他说了很多啊，但是有一段话很特别啊，我念给大家听。现在的中国不是1840年的中国，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任意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奉劝一些国家承认现实，回归理性。如果一意孤行，错上加错，中国人民必将以牙还牙，坚决奉陪到底。我们对欧盟、对英国进行的反制裁就是明证，好吧？搞笑吗？啊，非常搞笑啊！就是这样啊。新华社提问啊，说境外一些国家机构媒体称，中国政府以反恐为由，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对此你有何回应？然后新疆这个自治区发言人叫伊丽江阿依娜，他这么说，他说至于这个新疆存在，前面我不念啊，我念中间一段很搞笑的，种族灭绝更是荒谬结论。事实上，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人口一直在持续增长啊。那么统计显示，2010年到2018年。新疆常住人口从2181万上升到2486万啊，那么增加了305万啊，增长13.99%。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万上升到1271万，增加了254万，增长25%。汉族人口从882万上升到900万，增加了17万，增长2%。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幅高于全疆人口的增幅，也高于全部少数民族的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的增幅啊！如果实施种族灭绝，那么维吾尔族还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人口增长吗？他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种族灭绝，他们觉得种族灭绝就像把人送到屠宰场，那叫种族灭绝啊！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水平。所以他说我没有种族灭绝，为什么？因为人口在增长啊，这就是反驳啊。然后是彭博记者问说，我想问一个关于教培结业学员的问题啊。他们现场找了一个教培学员来讲他们这个在教育中心，他们叫教育中心，其实就是集中营的生活啊。他就问他说教培中心挣不挣工资的？如果挣钱是用现金支付，是否还存得下钱？那么徐桂香说，这个问题就让这个教培结业学员叫这个塔黑日江托合提回答。那托合提就是说，我们在教培中心主要是接受学习培训，没有挣钱的事啊，就是不挣钱啊，就是干活不挣钱啊。然后这个人民日报提问说，境外一些国家机构和媒体称，维吾尔族语言文化受到系统性的歧视，风俗习惯受到限制，禁止女性戴面纱，
男子蓄须，禁止起带有宗教色彩的名字，对你有何回应？然后这个阿提江就是那个自治区的发言人啊，叫尹丽江阿纳伊提啊，他这么说，他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风俗习惯受限制的说法，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污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是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我们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充分保障各民族在饮食、节庆、婚丧礼仪等方面的风俗习惯。新疆高度重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制定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自治区维吾尔12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有力的促进了这个各民族文化艺术瑰宝的传承和发展。这就让我想起有一个视频，在网上大家可以搜到就是有个面试的说，听说你打老婆了，你有没有打老婆？他说，他就回答说，我们已经把不打老婆写入了我们的家规类似就是这样的视频，就是非常典型那个视频大家可以找出来翻来看一下，就是中国的回答问题就是这样回答，他永远不回答他到底有没有打老婆，他只告诉你，你们家也打老婆，我们祖上就有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是这样回答问题那么关于新疆议题，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件这个事件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外交部3月26号宣布反制裁英国9名个人和四个实体，其中包括谁呢？包括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这个新疆问题学者芬利那么芬利研究新疆议题已经30年那么自从2017年就是上百万维吾尔人被关到集中营之后，芬利就开始为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的律师事务所和难民组织还有非政府组织提供这方面的情况那么中国就制裁芬利芬利就引起了这个西方学者的不满，他们就在那个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公开信，谴责中共的这个政治审查制度危害全球大学的学术自由。这封信呢，有超过400名西方的学者联署那么分别来自英国、美国、澳洲等那么公开信说中国对芬利博士的史无前例的制裁举动，对大学的学术自由核心原则造成了威胁那么公开信说，作为学者将与芬利保持完全的团结，并坚持对学术自由的承诺。然后指出公开信指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暗中企图使海外的学者闭嘴那么针对学者的公开施压在严重的升级然后他们就追求这种学术自由那么参与这个公开信的这个联署的这个诺丁汉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叫富洛达Froda，他说这封公开信是个转折点过去呢，其实海外的这些学者呢，有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自我审查在学术界很多学者呢很怕得罪中共怕什么呢？怕去不了中国，怕拿不到签证，怕上黑名单那么认为中国有很多机会前提是认为中国有很多机会，所以他不想得罪中共，所以他们就会自我审查就是有些事情他就不搞了那么现在呢，很多学者开始发现，中共这样干涉他们的学术这个学术界的行为是不行的那么他们不能接受这是他的一个看法所以他开始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那么法国的汉学家侯志明说他说西方学术机构为了和中国合作，曾经做过一些让步比如说孔子学院里面的合同明确的设定一些红线，比如说这个不能提到新疆、西藏宗教这些敏感问题都不能提到
那么这一次分立的被制裁呢，西方的学者开始警醒到啊，那么中共正在用对待国内学者的控制手法控制西方的学者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啊。那么我们的看法是什么呢？西方的这个学者学术界多少有一点左派作风啊，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做法保持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他们的心态就是反正跟我没关系啊。那么我如果不涉及到我的切身利益的话，我能让步就让步，大概是这种心态。之前他目的是什么？目的就觉得在中国有机会啊，这是有一点私心啊。那么这次中国制裁这个学者啊，这件事情让他们发现了一个他们之前没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自己其实是无法置身事外啊，而且他们的反抗成本老实讲就不高啊。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中国的反抗中国的这个机会成本几乎是零。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机构觉得现在还有什么机会跟中国合作。当你没有机会跟他合作的时候，你反抗的机会成本不就是零吗？啊，说明什么？说明几点。第一，西方的知识界开始改变态度啊。西方知识界改变态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跟中西方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这是知识界的改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大势已经发生变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知识界的转变会加速西方社会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共识，这会产生政治影响，而且这个政治影响非常的长远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新的潮流正在形成啊，这个潮流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冷战时期。冷战时期西方社会看待苏联的那种看法和态度啊，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啊，所以我特别把这个事件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啊。另外，人大常委会啊第27次会议，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7次会议，2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啊，栗战书主持。那么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了这个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那么人大委员长会议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2个法案，第一个，香港基本法附件1香港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修订草案，这是第一个议案。第二个议案，香港基本法附件2香港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修订草案，2个决议啊，2个法案议案。那么受委员长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做了2个修订草案的说明。那么参加这个会议的包括副委员长，这10几个副委员长就之前被制裁啊。那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国家监察委主任杨晓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察院院长张军，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这个列席不常见，为什么？因为你再多加100个人，或者再加200人列席，都对这个法定程序没有任何的影响。那目的只有一个，壮声威啊，就是让这个会议有声威啊。那么壮声威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要准备把这件事情做到底了。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这件事情就是把选举制度改掉。改掉这个选举制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的特首的选举被中共完全掌控，然后立法会选举
完全掌控，这就变成了香港就变成了和中国内地没有区别的一个城市。这个模式跟这个港版国安法是一样啊。基本法留了个后门啊，留这个后门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因为基本法是香港的根本法，或者是香港的宪法，香港之外没有更多的法，这是所有的法律的源头，叫法源。所以基本法是香港的宪法。那但是有一些全国性的法律，它要在香港实施的话怎么办？所以呢，基本法当时设立的时候，英国人就说同意啊，说我留个后门，就是附件一、附件二啊，留这个后门是干什么呢？把一些全国性的法律啊在香港实施，而这个全国性的法律和香港本地的法律又没有冲突，就允许他这么干。那这么干，比如说外交事务啊，比如说军事等领域，这其实是一个君子之交，就是大家知道啊这件事情你可以让你这么做，但是呢你要知道你不可以做坏事哦啊，那君子之交。但是英国人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中共根本就不是君子，他是小人，他是坏人，中共就利用这个后门来干坏事。就把国安法装进去，把这个后门装进去国安法，然后再把这个后门再进行扩大，就修改它的选举法。那么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它就一定会发生的了啊！这件事明天就一定会发生的了啊！这意味着什么？那和上次的港版国安法不同，那么这一次香港发生这件事情啊，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像上次的港版国安法通过的时候，是川普政府啊，就是一仰脖子就走过去了，就没管这半年时间，中国就用了半年时间把这件事情完成了啊。那但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次中国跟西方国家之间已经翻脸到了这个地步，连新疆议题都上升到联合国层面。那这次中国要是悍然再通过一个这个法律，再把这件事情延伸到香港去，我相信这件事情的后果就跟上次完全不一样。那么中国会为此付出他想都想不到的代价，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讲讲那个拜登政府的3万亿基建计划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有点长，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拜登总统将于本周三啊，在匹兹堡发表他的经济政策的讲话，预计他会在这次会议上，这次讲话当中推出他的3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法案啊，叫基础建设法案。那么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说啊，他们已经开始跟共和党议员接触，希望能制定一个庞大的、大胆的、有变革性的基础建设法案。他说这个法案建立在之前通过的美国救援方案之上，预计将会创造高薪工作，提高就业。不过共和党反对这个法案。那么麦康奈尔说，这个法案是民主党为了未来加税的特洛伊木马啊。那么这个法案其实是分成2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拜登总统会在匹兹堡向大家展示出来，就是改善道路、桥梁、铁路、水道、污水处理系统等等所有的基础设施，用于改善这个基础设施，同时投资于下一代互联网接入和一系列的清洁能源，包括工具在内的技术啊。那么推进基础建设反映了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加强联邦投资、改善国内内部运作的必要性对他们的这个要求，以及这种支出可以创造就业、刺激经济的潜力，这是第一个。那么美国土木工程协会今年早些时候发表一份报告说美国面临着大约 2.6 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导致什么呢？
导致美国的道路频频出现水管破裂、停电等严重的磨损等等。那么这是第一部分，基建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四月份4月份将于4月份进行包括社会安全网的提案第二部分就会延长 1.9 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当中儿童免税额的抵免同时为儿童保育、普及学前教育、免费社区大学分配新的资金。预计计划将包括更多的医保计划补贴，以及为就读历史上黑人高校有色人种提供更多的援助那么这些建议中的一些内容和拜登政府在这个大选期间做出的承诺是一致的就是把他原来做出的承诺放到这里面去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方案包括什么呢？当然包括加税计划那么提高公司税针对海外的公司利润，以及对富裕家庭和投资者征收更高的税率。但是拜登总统说过，他的加税措施不会影响年收入少于40万美元的家庭那么大概是这样这里面有一个特别之处特别之处在于什么呢？在于拜登总统他在之前讲他说其实呢，美国为未来的投资不足目前美国的基础设施在世界排名是第13位，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是美国的3倍，美国的机场、桥梁、公路许多不但年久失修，而且很多破损到严重危险的地步然后他说他还跟这个约翰逊谈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他说我跟这个约翰逊首相聊起中国，我们觉得这个民主国家也应该建立一个类似的这种倡议，帮助这个需要帮助的这个民主政体那么这是大体上是一个这样的内容。那到目前为止，这个基建计划呢还没有详细的内容华盛顿邮报是这么说华盛顿邮报说，即将出台的基建设施和预算提案本周拜登政府会把明年的预算的轮廓公布出来他说对拜登政府来说即将出台的基础设施和预算提案展示了民主党在拜登总统任期内重新思考联邦政府角色的愿望他说拜登本人在一次活动中预告了他寻求的一种转型，将他的理念和约翰逊总统大约60年前发动的大规模的反贫困运动联系起来。拜登说，关键是要证明政府能够发挥作用，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繁荣、安全和机会那么华盛顿邮报说认为拜登的基建方案和预算反映了华盛顿正在进行更广泛的政治转变民主党试图利用他们的选举胜利来推进他们的政策优先事项这可能会考验拜登总统对两党合作的态度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10年来美国国会和美国行政当局就是白宫第一次不会受到全面支出上限的限制。从2011年开始联邦就是国会对联邦政府的支出设定上限主要是为了控制这个赤字那么但是这个将会发生转变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评价因为时间有点紧张我就评价一下吧先澄清几个基本的概念因为之前有很多网友问第一，基建投资的性质是什么基建投资的性质是这样，第一，拜登政府对基建投资的计划
是联邦政府支出概念啊，是联邦政府的支出概念，不是投资概念啊，这是第一个。它是从联邦政府的支出开始往外做这些基建项目啊。那么如果是联邦政府的支出，那就会有收入，因为它的支出是跟收入相匹配，否则就要举债啊。那么就是加税啊，它是通过加税增加收入来增加它的联邦支出，不是举债。所以之前有网友提出来说这个3万亿，之前川普政府搞了3万亿的救援，然后拜登政府又搞1万9千亿，你现在再搞3万亿的这个基建，美国联邦政府这个债不是跑到天上去了吗？啊，首先这个它不是一个举债的，它不是一下子去市场上借3万亿，然后去做基建投资，不是这样，它是联邦政府的支出概念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三个，如果联邦政府它的收入不够，那就要举债。那么但它的举债不是为了基建投资举债，而是为了联邦支出举债，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拜登为什么要搞基建？当然中国政府很喜欢搞基建，中国各级政府官员都非常喜欢搞基建，为什么？搞基建能捞好处啊。那么是不是拜登政府也想捞好处呢？这个在美国，在任何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都有点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啊，这个搞基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它要经过国会的批准。但拜登政府为什么搞基建啊？第一个，美国有需要，美国的确有需要。川普政府就已经提出来过要搞基建投资，只不过呢，他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疫情，然后这个话题就被淹掉了。所以，川普政府其实已经提出来这个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美国基础设施老旧啊，需要升级，需要更新啊，这个没有疑问，这个的确是存在，这个需求是存在，这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条件呢？联邦政府支出存在增长空间，这是耶伦一直在给拜登上课讲的故事，所以才会有这个基建才会有这个项目。如果没有这个联邦政府没有支出增长的空间，那这件事情就不用提啊。所以第二就是有空间，而且今年开始，就是2011年到之前一直是联邦政府支出是受约束的，有上限的。今年开始没有上限，那当然拜登也不会浪费这个机会了啊。这第二个。第三个，美国如果进行这个基建投资啊，那么带动其他的民主国家也进行，其实大部分的民主国家都有差不多的问题。那么如果带动其他民主国家也开始投入这个基建的话，对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它会形成一个新的热潮。什么新的热潮？大家别忘了，这个基础设施我们不仅仅是当然我们你现在看到的说法只是道路啊、桥梁啊这些这个什么机场啊等等，这跟政治有关系。当然基础设施不仅仅是道路、桥梁和机场，还有很多的互联网平台各种。只不过那些不大容易理解的部分呢，它不会放到这里面来说这个很重要，这民主政治的一个现象就是这样。所以呢，如果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基础设施的全面的改造升级的时候，意味着西方国家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热潮。这个新的增长热潮对什么会产生压制？对中国会产生压制。当然还会对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压制，因为当你发生一个这样的
这种级别、这种规模的投资热潮的时候，资金就会撤离这些我们叫新兴国家，因为投资机会就来到了发达国家。这是第二点，他为什么要搞基建？第三个就是美国基建投资的效果。前两天有网友问过我这个问题啊，就说这个效果到底跟中国的4万亿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啊？中国的基建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基建是，我讲现在吧，之前我们就不说了啊。现在的做法是什么？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发行一个债，叫什么债？专项债。专项债发行出来，专项债其实就是一种给帮地方政府发行的一种债，专项债专项债发完，中央政府帮他发完了以后，就把专项债分配给什么呢？分配给各个地方政府，各个地方政府拿到了发行专项债的钱之后干什么？拿它当本金拿它，比如说我这里要修一条铁路修一条铁路，那这条铁路呢100个亿，那中央政府帮我发行了专项债，这个专项债来了100个亿，100个亿呢我就拿出其中20个亿放到这100个亿的铁路建设的这个项目当中去，做什么呢？做头期，就是做头款。然后呢，剩下的80亿跟银行借钱，那么我付20亿，然后银行再掏80亿，变成100亿做这个项目，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中国的这个它就是个投资的概念，就是做这个把这个项目做出来就进行投资，它可以力度很大，短时间之内全面上马，稀里哗啦，需要一看经济不行了，赶紧上，赶紧出钱，赶紧掏钱，就是一个这个概念中国的这个基建投资是这么干，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政府1分钱没掏专项债是借来的那么银行的钱也是借来的，政府1分钱没掏，然后就最后呢，他就还各方面的债，所以呢，在中国呢，债务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债务的问题就是这么来的。那么美国的基建是怎么来的？它是基于联邦收入，那么它就支出做预算，等于是联邦政府掏钱去改善整个基础设施，用支出的概念。那么支出的概念它就不会一次性爆发，就是说我全国开始到处大拆大建，没这么回事联邦政府没那么多钱，联邦政府今年做一点，明年再做一点，后年再做一点，今年安排1000个亿，那1000个亿分布在全国这么多个州，每个州你这边有什么需要改，我这边需要什么改，就是这样子发生，它就不是那种爆发性的投入到市场当中，它基本上是持续的发生，但它不用还钱，改完了就完了。然后为什么美国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成本，你可以看到中国为什么成本越来越高，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举债搞出来的，所以举债搞出来的，它要收回投资，它要还那些债，所以你可以看基础设施的成本越来越高，原因是都是借的钱那么这是第一个，所以它跟中国的这个投资，跟着中国的这个4万亿也好，其他多少亿现有的这个基建投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持续的这种支出的增长，联邦政府的支出的增长，对美国经济会起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作用那么，但它这种刺激效果并不明显，它跟中国那种投资不一样中国投资一年中国的基建投资18万亿，中国的基建投资一年是18万亿人民币，中国一年的这个 GDP 是100万亿，也就是说，它的基建投资占它经济 GDP 的18%，规模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经常讲，中国经济增长3大动力：消费、投资、这个出口，就是这个道理。但是
美国没有这么大规模，不会有这么大规模，所以我讲的是1年啊，所以它的刺激效果没那么明显，但是它可以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是第二。第三，更新基础设施啊，然后升级基础产业，为产业升级提供新的空间。如果美国把新基建配合美国的科研研发投入啊，研发投入的提升，两个配合起来，那美国经济会呈现新的面貌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项目。但是共和党反对，共和党反对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反对党，所以他反对啊。这件事情对美国有没有好处？对美国是有好处的啊，对美国非常有好处。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拜登政府未来4年，他会给美国给美国带来一个巨大的改变，而且是正面的改变啊。好吧，我们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啊，我们还是留到互动环节让大家提问吧啊，我就不再说，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大家知道美国是政党政治啊，政党政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双方是制衡的力量，就是你提出个方案，我就质疑你，挑你的刺儿，你就要不断的改到我能接受为止啊，改到我能接受我也不同意，我也不让你过啊。但是有些你要想办法过啊，你怎么想办法过？你要说服美国的老百姓，美国老百姓都支持的话，他可能就同意。但是我觉得应该理论上来说，拜登政府还是有微弱优势的，所以他还是能过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提醒2点，第一点，我们订阅呢是免费的啊，加入会员呢，我希望大家加入会员的时候，不要在手机 APP 上加会员，在这个电脑上加会员。手机 APP 加会员呢，这个苹果会抽30%，好像是，就会比我们现在定的价格要高啊，所以大家尽量的在加入会员的话，尽量的在电脑上操作啊，就没有苹果的那一层皮给它扒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 CC， 谢谢 Vivian， 谢谢王老师好。每天看见推特上缅甸人民流血伤亡，无比痛心。那些为自由奋斗的人们，想问王老师，为什么拜登政府在缅甸问题上无动于衷？而且正如您曾经说过的，全世界都在看着他如何证明捍卫民主世界决心的，为什么美国什么都不做？美国今天做了一点，取消他们双方的贸易协议啊，做了一点。然后呢，美国国防部长跟其他的国防部长发表一个声明啊。我是觉得西方国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西方国家到现在还没动静啊，没有实质性的动作。我每天看着这个新闻，我都很愤怒啊，我都很痛恨这些西方的伪善啊。我做过专门的题目啊，专门的节目，这个骂西方的伪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我们的经典视频里面啊，你可以去看一下西方的伪善啊。Kevin， 谢谢，一如既往的支持王 Sir， 谢谢 TT， 谢谢王老师在昨天在 CH 上啊 Clubhouse 上关于子女教育和人生的发言很精彩，值得反复品味啊。好，谢谢。好，观点和情绪。1，疫情初期开始关注老师的节目，从一个每天疯狂浏览各种信息焦虑的人，到现在遇事不再急躁，
学会冷静分析。最近一直在回顾老师早期的节目，收获颇多。抛开那些时效性的新闻本身，还可以学习老师分析问题的框架和思路，并可以对比新闻时间，看看1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更有很多让人拍案叫绝的网友的观点，在此借老师之口，给广大网友拍个马屁啊。OK 啊。第二，感谢老师建立这一同温层，感谢各位幕后工作者的付出。虽然人在墙内，但我什么都不怕了。PS， 不知道老师还记不记得有个喊鹤岗加油的网友，记得啊，就是我。当时是首次在老师的节目中发言，怕被喝茶才这么说的。因为鹤岗是香港英文的发明，英文发音的音译，香港加油 OK。 情绪加情况，上海从周6开始大力宣传打疫苗，各种忽悠。某专家周6晚上在新闻里说，抗体不是疫苗有效的唯一标记，吐血。如果没有抗体，要疫苗干什么？你说是不是？情况解释一下，上午有网友说加拿大的人均5倍量疫苗的情况，真实情况是在疫苗初期阶段，加拿大与7个疫苗研发机构签署了购买意向协议，总计人均5倍的疫苗。但是不是所有的疫苗研发机构都能成功研发出疫苗？所以人均5倍量纯属中国断章取义，恶意歪曲。到现在我们还在苦等疫苗，全家无一人接种。 OK。 打卡布拉格，这些年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声越来越弱，尤其直接涉及到中国、俄罗斯等5个常任理事国的议题。真心希望这次联合国能有所作为，以改和事佬的角色，否则联合国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王先生对5常1票否决这种顶层设计有何评价？是否应该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且以多数票通过的方式来表决？5常的这个顶层设计当然是跟2战结束时候的这个国际的格局有关系啊。那么也就是有这几个国家，他们有超过一般国家的权利啊，因为他们当时的政治地位。那么是不是应该改？当然应该改，但问题是怎么改呢？会不会有人同意呢？因为你改，你还是其中有一个人可以1票否决的。所以其实改不改，能不能改，怎么改，很难说啊，很难说。因为你所有的改革，那这5个国家可以1票否决，那你如果你要继续保持这5个国家的利益的话，那改来干啥？你说呢？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鸡和蛋的问题啊。观点：如果现在新疆的人口比刚建国的时候增加了，就能证明新疆没有种族灭绝。那么现在南京的人口比2战前增加了，是不是证明没有南京大屠杀呢？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太容易，经常有人说你去过新疆吗？你怎么知道新疆有人口灭绝的事情？你见过地球？你见过地球吗？你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呢？对吧？我说个狠点的，你妈妈是女的，你妈妈是女人，对吗？你见过吗？你也没见过啊，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她是女人呢？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你没见过的事情？如果要以见过为前提去证明的话，那你有多少知识呢？所以这个世界上中共的这些逻辑啊，中共的这些说法都没有常识啊，都没有常识。包括这个，你人口增加了，你就说明没有种族灭绝吗？那你养猪场每天都出那么多猪，然后你猪还在增加，说明你就没有猪被屠宰吗？这个常识，这个完全不 make sense 嘛，是不是啊？所以这怎么说呢？
就是我还是那个故事嘛，你再找回在网上搜一下，你打老婆了吗？我们把不打老婆写进家规了啊，就这种说法而已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讨论，我们不需要去讨论这些议题，因为这些议题是不需要讨论啊。情况2018年在南疆自驾1个月，我深深体会维族的热情好客。我看到那些铁丝网，那些被披上爱党爱国的清真寺，被荒废的清真寺，被禁止的古尔邦节，连电话铃声都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维族生活的惊恐和缄默，走到乡村就是家徒四壁的人家。你们讨论的那些新疆小偷是由于贫困被人绑架到内地沦为小偷，这正是新疆遭受磨难的铁证。请善良，请共抗暴政。非常好啊，非常好。情况前2天看到一个视频，新疆那边用围栏围起来的地方都拆了，是不是知道有调查人员要去调查，就事先安排好？那联合国去调查也查不出什么来，怎么办？就跟 WHO 去查病毒一样，去了也白去，白去也要去啊？为什么？你让他拆掉不好吗？啊，让他拆掉不是挺好的事情吗？啊，观点会不会 CCP 和联合国合起来演戏？因为我看到一些资料讲，新疆已经在拆除一些围栏等设施了啊。之前汪强去应该就是干这事儿，估计新疆已经安排好了。人民都已经威胁过了，谁要说了真话，等外国人走了，保证让你全家死绝，秋后算账，共和党的绝招。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问题，你这样想问题，中共最高兴。我们就要去争取去，就要争取去现场，就要争取去和人民接触。你去安排是一回事，但我们仍然要做该做的事情。所以不要说这些我早就知道的话。告诉你，我其实很不喜欢看这种话。为什么？中国就是太多这种聪明人，我早就知道结果，所以我就啥都不用干，所以中国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用前面那个网友啊，请善良，请共抗暴政，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这种上来就说啊，我已经知道共产党会干什么，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不要用这种，我比你知道的多，我从来不这么想啊。秦晃10年前在天津一家国企工作，有机会跟当时天津市委领导接触，进而了解中共高层，特别是习近平的领导风格。他脑子里就只有你是不是我的人。是我的人就提拔，不是我的人就打压，打压的手段根本没有底线，包括手机监听在内的高科技手段都会用，根本不考虑什么人权。后来我赶紧找机会出了国，周围的人也知道习近平上台中国没有好啊，就是这样，习近平就是这样，黑社会老大，他就是个黑社会老大的这种作风啊。有些网友不知道新疆人群迫害有多严重，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不会讲汉语就给你抓走种西红柿。现在整个乌市没有一个饭店挂清真2个字。新闻家提问，伴随着帕劳总统美国驻帕劳大使1979年以来首次访问台湾，王老师怎么看？这个其实早就已经突破了。美国通过了那个台湾的那个法律，访问台湾的这个开放盘，其实这件事情是由2件事情构成。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那个法律，就是类似台湾交往法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是蓬佩奥在今年的1月份取消了美国官员访问台湾的限制这2个东西往中间一拼，就是现在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官员今后可以不受约束的去台湾这件事情其实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早就发生只不过呢这个大使呢
把这件事情的结果展示给大家看。所以解放军昨天吧，昨天前天吧，前天10架飞机，又去这个台湾识别区啊，就是这样啊。但这个没有用啊，这个我觉得解放军用这种方式施加压力，台湾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台湾现在开始考虑用什么？用导弹，我不一定派飞机去去驱离了，我用导弹瞄准，导弹瞄准就更危险，一不小心把它打下来了啊。情况：3月28日，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的防火令，买打火机、火柴需10名，并且每人只能买1个啊。这就跟当年这个元朝一样，10家人用一把这个菜刀，基本上就这样啊。实名制买刀，这个叫什么？这个买菜刀实名制什么都实名制。然后网上也实名啊，就是要把你从人群中拎出来啊。情况：去年入住福州一4星酒店，晚上11点下楼买东西，碰到前台2名维族人入住被拒绝。维族人说在 APP 上预定了，名字也是8个字的维族名字 ，APP 可以预定，但是仍然不能入住。维族人刚吵了几句，酒店保安就出来几个围住，我们只好凌晨帮他们找了一个不看身份证的黑酒店入住。给我的印象深的就是那2个维族人对我们这种帮助他的人都不多说话，足以看到隔阂之深。情况：我是新疆人，我们没有自由，满城的空气都是压迫的味道，在这里判刑没有法律，没有人权，2个干部1张桌子就可以判维族人10年20年。观点：新疆地广人稀，正常发展完全可以满足当地人们就业，根本没有必要来发达地区卖切糕。大家知道新疆有什么吗？新疆有3样东西啊。第一个东西是什么？石油啊。第二个东西是什么？煤炭。第3个东西就是棉花啊。所以新疆实际上是个非常富饶的地方。新疆人民本来应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你可以看什么？其实跟新疆相比哈，内蒙的条件没有新疆好啊。整个内蒙有煤炭，但是没有石油啊。新疆又有石油又有煤炭，而且新疆的煤炭的质量非常的好，都是露天煤矿。所以新疆本来应该有非常好的发展的条件，因为本来有这么多的资源。但是基本上现在的情况就是所有的自然资源全部被拿走，跟新疆人民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剥夺这剥夺。新疆人跑到内地来卖切糕，就是因为他们的资源被剥夺，他没有生存空间，他跑到内地来，多远的距离？你说说啊？观点：长期制造汉维对立，便于某些人管理，就好像长期让底层互相撕咬，常这样才不会动摇他们，就是制造汉族跟维族的对立情绪啊，就是这个是你在新疆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情况啊。我去新疆采访，我去过2次啊。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的感觉就是少数民族其实不仅仅是新疆了，其实内蒙的情况跟新疆有点不大一样。内蒙因为它是相对单一就是内蒙族，而且蒙族的人口已经是被稀释到了，在内蒙其实蒙族是少数民族啊，在内蒙蒙族也是少数民族，汉人为主。那么但是在新疆呢，就是少数民族为主，氛围非常紧张啊，这个气氛非常的紧张啊，对抗这种非常紧张。情况：我的新疆朋友领导不时检查他们的手机，他们从来不敢买外国产品，
老师过年不让回家，让在学校包饺子，还需要去乡下待着，哪怕你是年轻女性，也要在维族人家里待着，蚊子咬得要死，每天记录维族人的生活。提问，如果可以的话，希望王生讲一讲民族和宗教的问题。虽然现在新疆的问题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不人道的，但是宗教世俗化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还有就是少数民族汉化的问题也需要讨论。如果不汉化，那么新疆更好的解决办是什么意思？不理解。关于新疆的问题，关于少数民族的问题，关于宗教的问题，我们之前都有专门的专题讲过啊，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好吗？我会在讲相关议题的时候把这些内容再分析啊，这个没问题啊，但是要有新闻跟随啊。情况，招聘软件上大量的在招聘互联网审核专员，待遇福利看上去还可以，不知道多少人会投身进去。中国有几个互联网的这个叫什么互联网审核中心，一个是在哪？一个是在天津啊，还有一个在哪？在济南，还有一个在广西啊，还有一个在中国有四个中心啊，忘记了。这些中心呢都是在二线城市啊，成本稍微低一点，但是他们都在中心城市，所以你看，北京的旁边就是天津啊，然后山东离北京也很近啊，就围绕着这个展开。然后还有就是广西啊，广西就很远啊，他们就搞就是一大片的人在做什么互联网审核啊，这就是中共讲的制度优势啊。情况，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3月29号在社交平台推特上透露，他当天确诊新冠肺炎。阿尔维本月15日曾接种第一剂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接种2周后仍然被感染。观点，刚刚在 Clubhouse 听到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常识，我们华人常常脱口而出那个，这个周遭假如有黑人听到的话，会被误解为 Negro 啊，有可能激起他们强烈的情绪反应。在这里通知各位在北美的华人网友，假如常常开口闭口说那个的话，要特别小心，尤其在公众场合，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OK， 提问，请问央行能不能直接买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当然可以。但是通常央行只会买国债，很少买企业债券啊。美联储买。提问，王老师，如果西方国家刮起了基建潮，那么会让中国有机会把过剩的产能输出吗？当然不会。过剩的产能怎么输出到美国呢？大家关系这个样子了啊。如果美国要搞基建的话，美国自己应该会有对美国本土的制造业有帮助啊，你说呢？提问，王先生你好，我是国内土木专业的博士，觉得国内做建设不尊重专业，不尊重知识，都是按照领导的意思来，不管专业。美国的基础建设计划实施，对于我们国内的土木专业人才是不是移民更容易？不知道哎。中国不是在你这个土木专业领域，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领导说了算啊。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啊，中国其实有很多的人才，但是你可以看在很多事情上面，中国表现得很差。表现很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反映的水平都是领导的水平，而不是专业人才的水平啊。至于美国如果真的实现这个，对土木专业是不是移民更容易？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专业啊。情况，美国在2018年已经开始在非洲加纳和当地政府成立合作组织MIDA， 投资开发当地基础建设，抗衡一带一路项目。
项目招标资料明确要求国有企业不得参与投标。我们是私企，但项目太大，资质不够，研究了标书，最后放弃。所以美国抗衡一带一路的设想和行动应该很早就有了。OK， 提问王老师，请问冷战以来大概需要几年时间，百姓的生活会一落千丈？一落千丈，为什么会一落千丈？你说的是冷战一来中国就崩溃了吗？中国没那么快崩溃吧？我不相信中国经济那么容易就崩溃啊，所以一落千丈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敢肯定的是，今年大家的生活比去年要差，对吧？去年的生活是不是比前年要差？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一落千丈？我觉得未必一落千丈啊，但是肯定是在走下坡路啊，这个是应该是没有错啊。情绪加情况，我入住的一个人家，爷爷和奶奶两个人，乐观开朗，由于语言不通，交流简单，但离开的时候才知道，他的5个儿女都全部送进了再教育营。邻居是一个哑巴的老妇和一个不满2岁的小男孩。小男孩的爸爸被抓，妈妈去挣钱。这是一个会说维语的小伙子亲口告诉我的。他说他到内地去卖葡萄干，但是被遣送回来不让卖。他说什么是两面人？当面动容。观点：大陆9.9%的人对自由没有概念，有钱赚，好吃好喝就很好了。最近遇到几个人谈 HM 的问题，很失望，盲目爱国已经被媒体带偏了，而且现在的媒体只能风花雪月，一点点政治相关都不能提。那你想一下，在网络上发言会被抓起来的人，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啊？所以你能指望媒体说什么啊？观点：美国民主党主张大政府，共和党主张小政府。民主党希望加富人税，增加福利及大建设是一贯的立场，反对加税，反对政府补贴是共和党的立场。这个新基建的内容会是两场基本立场的对决，并不是因为共和党是反对党。好吧，你说的没错啊。但共和党的确是民主党的反对党，你说呢？我也没有错啊。观点：川普可能认为香港是英国的责任，台湾是美国的责任。错，川普根本不这么想啊。川普根本就觉得香港是中国的事儿，他根本没有地缘政治的概念。川普在这方面的认知是有缺陷的啊。情况：王老师你好，今早纽约地铁上又有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发生，很喜欢王老师的节目，请王老师在美国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好身体。谢谢你的关心啊，那我会注意保持自己的安全，同时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保护自己的安全。在这里我有2点想给大家一个提示啊。第一个，美国很安全啊，我在美国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觉得美国不安全的地方，也可能我生活的场景或者我活动的场景是相对安全的场景啊，所以我不能以偏概全啊。但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是，美国是个很安全的地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遇到不公平的时候就要挺身而出啊，这就是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文化就是这样啊，好吗？观点：今天中国驻巴西大外交官又在推特上炮轰特鲁多是美国走狗，好像所有的外交官都找到了升官密码。我在想，外交部这么用力的得罪西方，可能是其受益的，毕竟2022年要来了，外部关系紧张才有利于习以危机为由继续把持权力。有这种关联，但是它不是因果关系啊。中国外交官的表现，跟文化有关系啊，跟习有关系，还跟什么关系？
还跟最近1-2年的外交官的，现在有些地方官员跑着去当外交官啊，这地方官员是完全没有外交训练的外交官啊，现在开始有一些这种情况，所以什么幺蛾子都出来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这么多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